我家乡是法国东南部的马赛，我来台湾3年多了。我第一次看到凤梨田，小心哈，不要太大力啊、对，对对。耶，第一个凤梨。你们那边凤梨怎么讲？Ananas。Ananas， 什么意思？哇！那直接这样子吃，甜不甜？甜哦。我该加online。讲到台湾的伴手礼，外国朋友最爱的凤梨酥绝对榜上有名。但你有看过凤梨原本长在土里的样子吗？今天的主角是来自法国的。今天我们要带着他冲一波台南关庙，直接到田里采摘最甜的那一颗金钻凤梨，准备开始今天的黄金冒险吧。Enchantée, je m'appelle Aurore。大家好，我叫晨曦，我来台湾3年多了。那我目前在北医大念书。我来过台南大概3、4次。我对台南的印象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很多好吃的，而且很热。我喜欢台南的天气。我家乡是法国东南部的马赛，港口大城市，因为是在海边，天气又热，然后风很多。台北每天一直下雨，所以我没有那么习惯，所以我比较喜欢南部的。你好。哎，你好，你是哪国人？我是法国人。法国的啊。对。啊。请问怎么称呼你？哎，我姓林。我叫王晨曦。这边是叫关庙。你等一下是要跟我到田里面去吗？对。那你要不要先吃几块凤梨？哦，好，谢谢。先尝一下我们这边出品的凤梨。蛮好吃。那你们那边很难吃得到这么美味的凤梨。对。因为凤梨是热带水果，你们那边比较寒带吧？对，应该是进口吧。刚到这边一开始看到大哥，我有一点紧张，但其实他马上说 “hello”， 马上跟我聊天，我感觉心情变轻松很多，蛮热情的。我其实是很喜欢吃水果的人，但法国没有很多热带水果，还是都是进口的，所以没有很多口感，都是甜甜的，就这样。我听过吃凤梨的时候舌头会痒痒，是因为凤梨也在吃我们的嘴巴里面。因为凤梨它里面是属于比较纤维比较多的东西。第一点，你削完之后果肉不能去洗水，它遇到水的话，它的纤维会变硬。外皮先洗干净，然后再去削，削完之后你就不用再去洗果肉。然后等一下就带你过去田间，教你怎么采。出发。是吧？这个装备一定要带着，要不然它会吃到。哦对，会吃到我们的皮肤。好。就是直到要来采凤梨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因为我一辈子都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机会。我对凤梨的看法就是很难剥的水果，很好吃，可是很麻烦。因为我们关庙这边的土质比较特殊，有沙质壤土跟黏土，它里面的矿物质很多，都种在那个小山坡嘛，遇水性比较好，所以我们的风味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有糖酸比，不只是甜而已。吃起来风味会比较浓厚。您什么时候开始种凤梨？我从小就在田里面跑了啊。真正开始种的时候，大约是30几岁开始的，20几岁以前都是跟我爸在田里面帮忙他弄，亲自栽种的话，快30年了。哇哦，到了。来，我们到果园哈。袖号你要带着。好，是这样吗？对。一些阿妈带着。我第一次看到凤梨田，我以为凤梨会大概那么高。我以前没有想过凤梨会这么长大的。走，我们先到田里面。好。等一下，我们去找比较熟度有的。1年采几次？我们凤梨种下去，差不多要1年半才采收，18个月。因为我们凤梨是长期作物，不是像果树1年一收。然后你看一看那熟度，好，差不多可以。差不多可以，因为是黄色吗？对，这个已经8分熟了，这可以现采了。现在吃是最好吃的，像这个就比较绿了，这个比较绿就不行。OK。好，这就不行。很明显。对，很明显。然后我再教你怎么采，一只刀子给你啊。那为什么要放这个？我们要把它包起来，保护它，它也是怕晒太阳。
哦，会晒伤啊。真的吗？对啊，外皮会丑丑的，晒进去的话果实就不行了，哦，就坏掉了。来采一下果实好了，哎，这个可以的。这可以。对，然后我教你怎么割。好，你看哦，第一刀就是把它割起来，好，好，然后拿着把它切平。 OK。这样子的切法是比较耐储存。另外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折的话，它就比较不耐储存。练习一下。好，小心哈，不要太大力。好，对。然后这样。哎，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夹着。哦，好。要不然你们力道不够。等一下。对，这样子就行。这样可以。可以，这样。哦，好。哎，耶，第一个凤梨。对。然后你可以试一下那个用踩的。 很容易哈，对，不能保留很久，因为这个差不多3天以后就会长霉。那我放里面。来，来换你背啦。好。哎，对，可以吗？可以的哈。然后我们再还可以踩。好，一开始我们先看凤梨熟不熟，看颜色。如果是绿色，就是还没有收好。收好的话，可以拿刀子开下来。另外一个方法是折下来。这一段时间非常好玩，可是如果每天要这样做，应该会很累，一直要晒太阳，一直拿很重的包包。这踩下来的这个声音，那种脆度感很爽啊。耶 ，OK， 好棒啊！很快就要学习会了。对。你们那边凤梨怎么讲？ananas。ananas。有些人会讲 ananas， 有一些人会讲 ananas。ananas。对。对。我教你怎么削凤梨，你现在可以现削现吃。哇！你看我们这样子，第一点就是这边头部，这是头。 这是头部，这是尾哦。哎，你们大部分都认为这边是头嘛？对，不对，现在我们的头就是在底下，这样子切下去之后，这样子，这个木一定要削掉，才不会咬舌头。让你练习一下。好，这样吗？对，你就是把它削就对了。 一小块，不要怕啦，就要拿这样子削啊。OK， 这样，对，慢慢削没关系。可是，对，没关系，你练习，你慢慢削，你练习。我切了一大块，哎，啊，这个又要把它修掉，那不能吃。应该。 还不行，可以，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讲，你当做艺术品嘛，慢慢修就好了。好，对不对？好，对。那 OK， 你可以吃了，浅一点。哇，掉下去了。好，那就可以吃了。直接吃吗？啊，不要把中间的。不用，这个很细，你等下吃你就知道了。真的吗？因为在法国中间是非常硬。不用，你就吃吃看，你就知道。因为你们法国那边大部分都是那个 MD2 的品种，它的心会比较硬。然后这个给你拿着吃啊，再给你就是要这样子吃，谢谢，对不对？直接这样子吃。甜不甜？甜哦。啊，你再吃它的心看看。这里吗？对。会不会硬？不会，不会，是不是？那台语的话，凤梨叫做翁来。翁来。哎，翁来。翁来。很标准啊。啊，怎么说？我喜欢吃翁来。我该加翁来。我该加翁来。哎，对了。大哥，你还记得凤梨的法文吗？别记啊。阿娜娜。阿娜娜。翁来。翁来，安娜娜斯。因为大哥问我凤梨的法文是怎么说，然后他也有教我凤梨的台语翁来的定义，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水果会代表那么多事情，那么多好运这样子。
采了一些凤梨之后，没想到会马上剥皮，然后可以自己吃。看那个做的时候，它看起来非常轻松，切做好了吗？很惊讶，我觉得是非常天然的。它有纤维、维他命 C， 会帮助我们蠕动肠胃。哦，所以尾巴还有带微酸，头部就没有微酸。所以我们是要从尾部吃。我今天才知道凤梨，我们以为的头，但其实是尾，然后尾是头，头所以比较甜，然后凤梨的尾是比较酸。我其实没想到头跟尾有不一样的口感，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法国所有的凤梨都吃起来一样，无论是哪一个部分，但我比较喜欢吃凤梨的尾，因为是我比较喜欢酸的。然后吃完凤梨之后，大哥又带我去看其他的品种，那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红色的凤梨。你看看这不一样的品种哦，红色哎，对，哇漂亮哈、它的糖酸比更重。哦这种是属于土凤梨，然后我们刚才采的是金钻凤梨。哦，哎，这还没熟的色泽是很漂亮，但熟起来就是这样子。你像我们现在吃水果，很多都是没有味道，它的香气都跑掉了。对，然后我们要找回它原来的口味。你看小小的 baby 凤梨，旺来灰啊！我们凤梨它有一个旺来，对不？旺来旺的意思，旺来，春联有写是。吉祥话嘛，摆在桌子上很漂亮，又会旺来。我今天吃普通凤梨的品种，有一些是甜的，有一些是酸的，所以我蛮开心的。然后我跟大哥一起拍照，是应该我不会忘记的一种经验。开完凤梨田之后，我发现其实关庙有很多卖凤梨酥的店，所以我就马上去试试看。因为关庙种凤梨，所以应该它的凤梨酥应该会很好吃。那先试吃看看。哦，它是我们关庙在地的凤梨做的。一般来说，凤梨酥比较干，但这个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软软的。以前的凤梨酥都是用冬瓜做的，因为凤梨比较酸，而且它纤维比较粗。那我们这个是真的凤梨，它的原料就是纯凤梨。我们在这边开特色就是我们用关庙的凤梨去制作，凤梨一定是最新鲜，而且品质最好。刚好老板在，你可以去跟他聊一下。老板好。你好，好吃吗？非常好吃。以前吃凤梨酥，我觉得干干的，然后吃一口就不想吃，很难吞下来。但其实今天吃的凤梨酥蛮好吃的，跟我以前吃的完全不一样。差别是在馅一点都不干，皮脆脆的。我觉得两个不一样的口感放在一起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他们的烧饼凤梨酥也蛮好吃的，白芝麻很香。您什么时候开始做凤梨酥？我来做这个凤梨酥，是因为我们关庙生产凤梨。那时候是因为凤梨都卖不出去，以前的凤梨为什么会滞销？因为它有喷药，它保存期限太短，所以它不能出口。后来教导农民不要再去喷这些药，让凤梨可以保存得更久，然后保留它原来的香气。现在的凤梨为什么这么贵，供不应求？因为出口都卖光光了，因为农民他学到了不喷药还是可以把凤梨种得很好。来卖凤梨酥的客人是住在关庙啊，还是还有一些台北来，还是从高雄，还是外国人？其实我们的客人全世界都有，所以我说你可以去法国，好好的去卖啊。好，今天的感觉就是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日子，我学到很多知识，吃了很多凤梨。我来过台南，可是我没有来过关庙，而且跟大哥聊天，跟老板聊天，跟姐姐聊天，我觉得很感动，受到他们的热情，我会推荐观光客跟朋友来。L'atmosphère est très agréable et le restaurant est hyper grand. C'est très confortable pour manger, on n'est pas les uns sur les autres et la nourriture est très bonne. Ce que j'ai préféré c'est le pain perdu et le hachis parmentier. Voilà, donc si vous venez à Tainan et que vous avez l'occasion de rester à l'hôtel, Lakeshore Hotel, bah, franchement n'hésitez pas et venez manger au petit déjeuner, c'était vraiment une super expérience.